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白启远和唐玉成站在三中男生宿舍门口，前者将一箱牛奶和一袋子水果递过去。你这就要走？唐玉成接过来，神情失落。不急，你先把这些东西拿到你宿舍去，我在这儿等你，咱们聊一会儿我再走。好。唐玉成转身进了楼，白启远站在那儿，看着路边被风吹散的落叶，神色沉稳安静。等唐玉成下楼后，两人并肩朝操场走去。此时塑胶跑道上有几个学生在慢跑。最近温度开始下降了，你自己注意保暖。你也是。你们林老师跟我说，最近的一次摸底考总分排名你又是第一。唐玉成点了点头。你真的很厉害。白启远顿了顿。住校有点难为你了，其实周末你可以回家住的。我怕我回去会让你感觉不自在，我不想让你难受。你没有让我难受，只要你我保持着适宜的距离就可以。适宜的距离？唐玉成停下脚步，转头盯着他。齐远说，你在害怕什么？既然你不喜欢我，是不是怕我会缠上你？白启远的眼神一沉。一定要说的这么难听吗？真怕你缠上，当初我也不会把你带回 S 市。可能当初你带我来这儿也是迫不得已。随便你怎么想，但你长根叔是真心希望你成龙成凤。他看到了你的能力，他不希望你把这种能力荒废掉，而我恰好有条件可以帮到你。我只能说，你们都太高估我了。我可能擅长考试，能考个高分，但我更想看透人心，特别是你的心。玉成，你现在还年轻，未来有无数种可能，你会遇到比我优秀的人，将来有一天你会后悔今天的固执。我很羡慕你们这些大人，总是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模样，随便就替我做了决定。你们不觉得是你们太傲慢了吗？我喜欢齐远叔你的一切，我只是单纯的觉得我遇对了人，想跟你过一辈子。这在你的世界里就这么不可置信吗？对我来说，大学考不考都行，但我想要的人只有你。你长根叔听到你说的这些得多伤心啊。那你呢？唐玉成逼问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忽视我的感情和你自己的感受，这让我有多难过？我的感情我自己会负责，随便你怎么想，咱们俩是不可能的。不可能。唐玉成惨淡地重复着这几个字。那你凭什么认为你和宋毅就有可能？就因为他年龄和你相当，还是个成功人士？白启远的脸色彻底冷了下去。唐玉成，不要让我觉得今天来看你是个错误。青年低声唤道。齐远叔，行了，我看我还是先走了，改天再来看你。什么时候？下周吧。好吧。唐玉成回到宿舍时，方卓正趴在床上拿着手机打游戏。他走过去踢了踢方卓的床沿。你上次说的那种男小黄片，发我一下。方卓手一抖，游戏里的小人直接被 boss 干掉。哎呀，又死了。他翻过身。你确定你想看？我看你这样的好学生，有空还是学习去吧。成绩都这么好了，还能有什么烦心事需要发泄？哪那么多废话？你到底给不给？唐玉成显露几分急躁。给。方卓嘟囔着低头操作手机。但先说好，要是被老林发现了，你可千万别说是我给你的哦。带坏学霸的责任，我可担不起。不会的。唐玉成的手机响了几声，方卓凑过来，语气神秘兮兮。先发你这几个，你先看着，要是能接受，哥们这儿还有更带劲的。好，谢了。住校这段日子，唐玉成结识了更多的人，也逐渐窥见同学们私下的真实模样。这一切让他看到了这里截然不同的另一面。譬如学校禁止学生谈恋爱，可他住校了才知道，宿舍里的很多哥们儿其实都已经有女朋友的。还有宿舍禁止使用大功率电器，不用电器，大家就用酒精炉子，下个面条，窝个鸡蛋，甚至吃个火锅也毫无难度，味道杠杠的。难就难在怎么遮味儿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当然，这种肆意的生命力在陈野身上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。一个周末的晚上，陈野带着唐玉成进了一家同志酒吧，他没带方卓，原因不言而喻，他可不想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他们俩一进去，一双双的眼睛就开始投射在他们的身上。陈野很享受这种被注视的感觉，唐玉成却有些不适。他并不避讳自己的取向，但他有点反感这种被当成猎物审视的感觉。两人在吧台边坐下，一个染着红蓝头发的酒保热情地走过来招呼他们俩。这不是陈少吗？稀客，好久不见，这么长时间没来，我以为你被家里老头子关禁闭了呢。而且这都快高考了，还有心思来泡吧呢。
爸爸不打你屁股的吗？是啊，都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你嘴还是这么贱，一点都没变。陈野随口回怼。那当然，我可是我们酒吧的招牌，每天要跟那么多客人聊天，把他们哄开心，他们才能买我们店里的酒啊。酒保目光落在了唐玉成身上。这位小帅哥是陈少的男朋友？不是，他只是我的同学，今天带过来让他见见世面而已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你们2个高中生，我只能给你们牛奶或果汁了，那就2杯橙汁。得嘞，马上来。唐玉成环视了一圈昏暗的光影，低声问：这里你经常来？没有，别听他瞎掰，只是偶尔。陈野解释了一句，又恢复了那副混不吝的样子。我可警告你，唐玉成正色道：你要是真想跟方卓好，就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花心了。今天要不是为了带你见世面，我会来这儿。陈野语气大义凛然。也是，也不能都怪他。先谢谢你带我来，但我还有件事想求助你。好啊，你求我。唐玉成白了一眼陈野。好吧，好吧，说吧，我听着呢。唐玉成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，放在桌子上，推到了陈野面前。这是什么？星途娱乐，陆征。陈野念出上面的名字，挑了挑眉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知道你很有路子，所以想请你帮我查查这个公司和这个人。我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厉害。小意思，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为什么？难道你想当明星？陈野上半身后仰，假模假式地打量着唐玉成。你这长相吧，也算有几分姿色。去你的！当明星不好吗？我不像你有钱有势，我得靠我自己，一切挣到钱的可能性我都不会放过。你家那位齐远书呢？他不愿养你，他嫌弃你了。正相反，他是愿意，但我不想靠他。陈野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眼底掠过一丝意外。没想到这小子还有点骨气。他沉默片刻。你这种心情，我似乎能了解一点。你想要真跟他好，就不能靠着他。想自立，我支持，我会帮你查查这个陆征的底。谢了。客气。没想到我们也有能正常交流交流的时候。陈野笑了，唐玉成也是。2个人不敢逗留太久，一会儿学校宿舍该关门了。与此同时，方卓的电话已经把陈野和唐玉成的手机打爆了。2个人走出酒吧，秋天的风扑面而来。唐玉成打了个喷嚏。你没事吧？眼看都快10月份了，你还穿这么少，现在是敏感时期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陈野难得细心的叮嘱。没事儿，我身体可不像你们城里孩子那么娇贵。跟你说了2句人话后，就会有点后悔。陈野拉着他快步走向路边上车。我现在可没空跟你斗嘴，方卓正找咱们呢，别让他着急，走快回去。Novice 宋毅办公室。刚才你说的那几条建议，我会再考虑考虑。他合上文件夹，目光温和地落在白启远身上。今天晚上你有事吗？没有。那咱们今天约个会怎么样？宋毅的表情暧昧。白启远点了点头。你想吃什么？法餐、意大利菜或者美式餐厅？我都行，你定吧。好，那我做主了。优雅的法餐厅，知性的钢琴曲流淌在空气中，每一道菜都精致得如同供人观赏的艺术品。这家餐厅之前陪客户来过几次，觉得味道和环境都非常不错，所以就选这儿了。你用心了。白启远看着面前考究的摆盘，这里的菜像画一样，倒让人不忍心破坏。别不舍得吃啊，你快尝尝，味道也是一样很惊艳。宋毅笑着，话题自然的一转。你那个侄子最近怎么样？给他安排住校了，我希望他把所有精力都用到学习上。让他住校真是明智之举，这样他能好好学习，你也有更多自己的时间和空间。宋毅伸出手附在白启远的手背上。一会儿去我家。宋毅，我觉得咱们进展的有些快。你不要有压力，如果你还没准备好，我不会勉强。昊天说我总是想得太多，有些内耗。可能他说的对，毕竟旁观者清。不用理他，他就一话痨。去，谁在背后说我坏话呢？白启远苦笑一下。谢谢你的理解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清源。白启远瞬间变了脸色。他发烧了。好，我马上到。他猛地站起身，满眼歉意。对不起，宋毅，玉成发烧了，我得马上去他们学校一趟。我送你。宋毅跟着起身。不用，现在太晚了，你明天一早不是还有重要会议吗？你还是赶快回去休息吧。那好吧，但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好，谢谢。你我之间不用这么客气。